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凯南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然后它的一个中路对线情况。凯南的话，第一件就是选择窃魂法典 CD 书，因为凯南真正打输出就是靠他大招。然后一级的话是学3技能 E， 可以拉扯，然后更好的去跟对面去平 A 去打消耗嘛。然后如果对方赶上来，就直接 E 烫上去。这里过来打一个先攻，就是这里的话，对方辛德拉那个抬手动作的时候上去 A 他就好了，就是那种会有一个真空期嘛。这里的话开 E 上去。这里的话压了一个兵的经验，对面是没有吃到一个兵的，现在掉2只了。好，2级的话是学 W 哈，这里上来烫一下接 A， 但是没有上引燃，其实上引燃的话可以强杀了，但对面带的是净化。那对面直接回家了。哦，这里不交那个也是有原因的。这里直接把对面的果子吃掉。对面非常的聪明啊！刚刚如果对面不回的话，其实可以。哇，这里很精彩的一个拉扯，躲掉的对面的 W。这里强化平 A 的时候就可以摸对面一下，然后 WE， 这里 Q 命中了。对面的3技能，对面只要控制技能乱放的话，其实可以直接强杀了。对面还不回的话，直接可以杀掉了，引燃直接烫死了。哦，对面净化秒解，找一下对方的位置，龙龟在找，但这里对面盲僧来了，就必须得撤了。这几波兵线的话，对面跟死了没什么太大的区别。盲僧的话肯定想要绕后来抓吧，然后没有，还是选择放弃了。这里的话压了对面700块，虽然说没有现杀，现杀的话会拉到1000多的经济差。对面盲僧在，这里骗一下对面的技能，等瞎子去了上路，强化平 A 给到对面。这里的话没有电到对方，范围没在范围内。这里强化平 A 有了，接他，但龙龟直接上吗？对面直接逼闪了，可以。对面闪现被逼出来，那下一波找机会可以现杀嘛？他的进化一定是给到这个点火之后的。这里上来打个控制，龙龟嘲讽到了，最后接 Q 技能秒掉。这里的话，E技能拉开，但被 Q 到了，可惜。不然的话，没被 Q 到的话，可以反杀的。刚刚龙龟过来扛伤害，其实能反杀的，但龙龟好像不太想操作。对面的进化应该是好了，这里海克斯闪现上来打一套眩晕，尽量用平 A 压低对方的血量。
把兵线清掉以后，可以往下路走，别待在线上，没那个，因为待在线上的话没有太大的作用。跟着龙龟，但没有机会。这样的话，必须得让龙龟过来帮忙送上线的，不然的话会被对面找机会。A 一下兵线，E技能过来接平 A， 接 Q， 接 W， 打个控制效果，然后小爆发嘛。对面奥拉夫这边有机会，对面直接在那里回，这里海克斯闪现引燃烫到对方，但好像烫死了，可以。E技能大到直接大招吗？想省大招，好像杀不掉对方。那这样的话，让上路去中路上路的话换线了。双人路往中路走的话，其实确实机会更大一点。已经6分钟了，更好去控资源嘛。双人路在中路，就有一点就是绝活哥玩的才有这种效果。这样的话可以推到医学塔下路医血已经拔掉了。但把上路外塔给拔了也是赚的。这里卡一下，强化平 A Q 技能空了，不要着急放大招。这种情况下交大也没用，E技能拉开，龙龟的话估计跑不掉了。交闪现下来，这里的话有大招可以上的，但不打算上。完了。这样子的话，这种姗来迟的大招有点亏了，说实话，反倒不如先秒掉对面的那个谁。队友亏了，说实话，这种情况下就是保证自己的输出还是能 carry 的，有点太独狼了那种行为了。但也还好吧，想赢比赛，有时候队友不行就靠自己咯。但我不太建议大家这样子啊。对面的护盾比较多，所以做破盾是可能是要的。对面盲僧的话可能会做那个引魔刀的。这里闪现，E技能拉到，但差一点伤害。Q 好像没命中。这里控制的话，那就没了。闪现，推棒过来，打了个 AOE 控制，把对面秒掉了。队友的话进行了一个收割，1换3。极限的一个反杀。刚刚寒冰大招命中了，但没有视野，这是他们最难受的一个点。等进来的时候控制已经差不多了，因为寒冰的大招是距离越远，然后控制的时间会越久，但太近的话，其实控制的话就没那么大。直接来中路等大招，其实海克斯闪现有机会的，这里闪现过来，E技能直接大招秒掉。这里往后拉一下，不要太着急。阵容的话，对面没有 AOE， 直接在一起就是最好的。可惜 Q 空了，如果 Q 命中的话，可以杀掉对方。感觉这个电耗子有点陰濕啊！陰濕係咩意思呢？就是有點像那種，就是怎麼說呢？有點像小人的那種感覺吧。
就像那个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个矮矮的那种精灵一样，哎，有点像那个对哥布林，哥布林就是最优秀的代表。哦，对方过来越了，已经能拉开，哎，但大招控在塔下，这就是意识呀，酒后哥。刚刚要是去那个山东这里走过来的话，可能就会被对面抓到机会了。那这里把中路塔拆掉，飞机优势很大，说实话，E 过来 A 接 W 秒掉对方。那这样的话节奏很好，直接来拿大龙啊，小龙拿完可以直接去拿大龙了，因为有大招的，下一波团完全可以打。一技能过来，把所有人烫个标记，再打一个 AOE， 假装靠一下大龙，对方有可能会觉得这里的话过来找到对面闪现不够位置。但直接烫死了，就是有时候给那种错误的视野，别人就会觉得你去了那边，然后其实你回马枪杀过来，找机会就可以了。哦，被控住了。10秒后大招，海克闪现 E 过来接 W 接推棒，过来一直点对方 E 技能接平 A， 大招的话是被踢开了，可惜，不然大招的话，这个人头也是自己的。对面卡米尔刚刚没出现，如果刚刚卡米尔出现的话。如果去吃那个线的话，可能会被卡米尔蹲到。那卡米尔应该是故意不出来的。这样的话，队友去打龙就行了，因为对面掉3个点，不可能去抢到龙。直接回家。飞机的话去了下路。这波线的话是一定是有人吃的，所以你去的话完全就是互相抢资源，所以没什么用。这里的话直接可以去蹲对面的卡米尔，带着扫描过来，然后有眼的话就没办法。找到对面的盲僧位置的大招，他们还踢过来，这样的话有个盾，漏的盾还好，比较可惜了。这样的话点到为止，回家再出来，去上路把那个兵线清掉就行了。这样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去守塔了，然后让另外一条路去带。这里队友已经跟过来了。在这草里面，因为看到了那个破剑者的效果，他回头了。回头的话 ，Q 命中，2技能电一下对方。卡米尔的话，这种就是你控制他就行了，打个控制，因为你没有大招，爆发的话也就一个小爆发。砍然这英雄必须得。你要么就是无脑玩法，就是大招有大招上去就一套，然后你就可以死了。但如果说你想玩的好的话，一定要用脑子。这里的话，故意开个假视野，但闪现接大招，秒掉对面的射手。盲僧过来，E技能。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去追了，等着打龙就好了，等着小龙拿完龙魂，然后再拿个大龙，就基本上可以一波了，这么顺的节奏。
哎呦，对面想找机会，给了个假视野给对面。就是你看到那种视野，有可能会觉得想去那个在那个草里面，那金刚一有机会就直接来找你了，就很坏，这个太坏了，这个酒后哥可以拿小龙了，对面掉点的，这种小龙的话，对面肯定是不要了的。让 C 位自己去拿就可以，因为卡米尔死掉了，单带的话，另外一条路那边他们是没办法的，不会有人去。对，飞机一个人拿就可以。这里的话有点远，不要着急开一技能。这里的话又被踢开了，哎，其实有机会。先点塔，这里的话开了的话，那就直接上来，推棒接大招，就一直平 A， 但最后还是死掉了。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一波了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